蘋果 AAPL 一隻由傻佬都識得串嘅股票啊！今集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管理層同埋老闆喺呢啲巨型嘅科技公司究竟有幾大嘅影響力？由2021年到2023年呢，佢係全球最有價值嘅公司，冇得輸啊！但係咧，去到2024年呢，佢嘅王座咧已經俾微軟搶咗一半啦。嚟到2025年嘅今年啊，蘋果咧已經跌到去第3名，排喺 Nvidia 同埋微軟嘅後邊啊。短短4個月之內咧，蘋果嘅市值就蒸發咗28%，冇咗整整11000億美金啊！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係咪 iPhone 太貴冇人買得起呢？定係冇晒創新呢？答案可能要由一個傳奇人物離開 Apple 開始講起，佢就係 Steve Jobs 啦。喺2011年，即係14年前咧 ，Steve Jobs 咧因病辭任 CEO， 佢就將個位交咗俾佢當時嘅營運總監 Tim Cook。佢交棒嗰陣時咧，就同 Tim Cook 講話：唔好問 What would Steve Jobs do， but instead just do what's right。究竟乜嘢先至係 right 正確呢？對 Steve Jobs 嚟講咧，正確就係做出最偉大嘅產品。喺90年代尾咧，蘋果就嚟破產，好多專家都叫佢賣咗硬件部啦，專心做軟件算啦。連佢嘅朋友 Oracle 嘅老闆 Larry Ellison 都係咁樣勸佢。不過 Steve Jobs 偏係冇聽到，反而咧佢將10幾款嘅電腦咧 cut 到剩翻4款，而且就重新推出咗呢部 iMac。結果咧 iMac 大賣，救翻成間公司。好彩佢當年咧冇聽人講話放棄硬件啫，如果唔係咧，而家我哋冇晒 iPod 同埋 iPhone 添啊！其實 Steve Jobs 嘅信念咧好簡單，就係咧只要做好佢嘅產品同埋同客戶溝通咧，股價就會自己照顧自己噶啦。佢講得冇錯，喺14年間咧，蘋果嘅股價係升咗114倍嘅，全靠一件又一件劃時代嘅硬件。14年後鏡頭一轉 ，Tim Cook 咧係完全另一個故事。佢唔係產品天才，而係管理物流同埋金融嘅天才啊！佢上任唔夠7個月咧，就做咗一件 Steve Jobs 極力反對嘅事情，就係派股息同埋回購股票。當年 Steve Jobs 覺得公司嘅現金咧係應該繼續用嚟強化蘋果公司嘅，而唔係直接攞嚟派俾啲股東。但係 Tim Cook 咧一做就即刻用咗800億美金咧回購股票，股價就梗係嘭嘭聲咁上啦。連股神巴菲特啊都即刻見到，同埋喺2016年投資咗10億入去蘋果入邊。點解呢？因為當時嘅蘋果已經係一間巴菲特睇得明嘅金融公司啦。呢個轉變呢，感受最深嘅絕對係內部嘅員工。首席設計官 Jony Ive 咧，以前咧係公司嘅第2把交椅，但係呢個轉變咧，令到佢嘅設計成日就要同財務部去衝突。譬如話，當年嘅 Apple Watch 發佈會咧，Ive 就係想用2500萬美金去起個臨時嘅場館嘅。但係呢一個就俾財務部 decline 咗啦。雖然最後咧 Tim Cook 咧都批咗，但係 Ive 已經覺得冇癮啦，開始唔返工。冇咗 Steve Jobs 呢個產品嘅守護神咧，設計嘅團隊抱怨而家嘅工作就好似為咗賺錢而推出。由2014年到2017年咧 ，iPhone 6、7同埋8部部都差唔多樣嘅。唔單止設計缺乏新意啦，佢仲要瘋狂咁樣加價喎。頭7代嘅 iPhone 咧，最頂尖嘅型號都係賣緊650蚊美金，計埋通脹嘅話咧，其實佢係賣緊越嚟越平嘅。但係去到2017年咧 ，iPhone X 一出，成部賣成1000蚊美金啊，係史上最貴嘅手機，比起舊嘅型號加咗30%。之後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啦。到今年咧，所謂最平版嘅 iPhone 16E 咧，都比起上一代咧貴咗40%啊！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嘅呢？一封2020年內部嘅電郵咧，可能泄漏咗啲天機啊！而一個蘋果嘅 Vice President 就喺個 email 入邊寫咧，就話咧我哋已經 doing better than good enough， 即係話咧佢哋嘅目標唔係做到最好，而係 good enough 就算啦，唔好為咗做到最好而影響到賺錢同埋利潤啊！最慘嘅係咩呢？就係錯失咗 AI 呢一班車啦。2011年 Siri 本來係先驅嚟嘅，但係咧佢嘅技術太舊啦，完全追唔上2022年 ChatGPT 之類嘅 AI。蘋果點追呢？佢哋連最基本嘅 AI 芯片都唔夠人多。2023年咧 ，Siri 嘅團隊想申請買5萬幾塊嘅芯片，點知呢 Finance 又攔住，話你哋應該用而家嘅芯片更有效率咁做咪得咯。結果蘋果要用競爭對手 Google 嘅 Google Cloud 嚟去做 AI。一間坐擁1500億美金現金嘅公司，竟然要同初創公司搶資源。喺 AI 呢條賽道度落後之際咧，為咗氹股東嘅開心，蘋果舊年就急急腳咁推出咗佢哋自己嘅 AI， 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但係咧前員工就爆料話，當時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假嘅。結果而家就係咧舊年10月推出嘅新 Siri， 遲到明年啊，即係話最快2026或者2027年先至有。而家美國法院咧更因為呢一場發佈騙局咧告蘋果虛假宣傳啊！
蘋果為咗撐住個股價，挖咗個窿俾自己跳入去。今日嘅蘋果咧，已經似係一間金融公司多過一間硬件公司啦。舊年佢哋用咗1100億美金去回購股票，灌注全球。但係研發嘅支出咧，只係有300億，遠低於 Amazon、Google 同埋 Meta。Tim Cook 將蘋果市值由3500億帶到去3萬億，股東就當然開心啦。但係一間公司嘅目標由做出偉大嘅產品變成滿足股東，佢仲可唔可以做出改變世界嘅創新呢？蘋果嘅歷史就話俾我哋聽，唔可以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當一間公司完全純係為咗利益，失去咗佢哋本身創業嘅精神嘅話咧，呢間公司其實都好大嘅挑戰啊。Steve Jobs 當年就係拒絕咗巴菲特嘅建議，就係怕會變成今日咁樣樣。蘋果嘅貪念同埋自滿，可能就係佢跌落神壇嘅主要原因啊！你哋又點睇呢？覺得蘋果仲會唔會有啲超有創意嘅產品？又或者你覺得上市公司就係為咗要滿足股東呢？喺下邊留言區度交流一下啦！今日就係講到呢度啦，完。